欢迎来到可可智分析室，我是咸鱼环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沉重的话题：学生为什么那么惨？首先，我从自己的故事说，我之前在国内第二大游戏厂商里面是一个凑做游戏的。在5年前的时候，由于做游戏需要灵感去了解一些资料，就翻到了国内青少年抑郁率是24.7%。当时我就对这个数据震惊了。我当时对抑郁有一个非常模糊的了解，觉得这个问题相当的严重，可能会危及人的生命。我当时在想，为什么那么严重呢？然后我就开始了解心理学，这一学就是5年。然后大约2年半的时候，我开始正式心理咨询师的受训，我也即将快成为一个练习2年半的练习生了。在这过程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我家突然有了2个小孩，然后我就思考，一个凑做游戏的或许也做不长，但2个孩子将会陪伴我的一生。如果他们真的出现了抑郁的症状，我可能后半辈子都会生活在地狱里，想想就觉得有点可怕。然后去年年中的时候，我就离开了熟悉的15年的游戏行业，开始想办法如何在保障孩子心理健康的同时，自己也拥有一份更长期、更稳定的工作。当然，我离开游戏行业也并不全为了孩子，做游戏这件事情做了那么多年，也感觉让我做得越来越迷茫。我觉得迷茫可能才是主因吧，并且我在这过程中间想一想，广州作为一线城市，听起来就很卷，然后就把广州的房子卖了，举家搬迁到了佛山，也是希望孩子能够换一个环境，毕竟有时候是这个环境逼着我们卷，而不是我们本身要卷。这边也八卦一下我朋友的事情吧，这是一个我认识6、7年的特别好的朋友，他也是在大厂工作的。最近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他们的压力那真的是巨大无比。这么说吧，在大厂里面做项目经理，抑郁率可能是100%，并且可能有70%都是中重度的。这个数据真的不夸张，因为我曾经也是他们中间的一员。然后回到这位朋友身上，我也有1、2年没见过他了。我一看到他，我都惊呆了，他满头白发，原来只有一半白发，太夸张了。我也跟他聊一聊他的现状，但是他家孩子出现了问题，具体就不展开说了。我想这对他们家庭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包括过年回老家的时候，出去玩的时候，跟一些朋友有缘人聊到他们的孩子，我会觉得这个压力真的很大。当然遇到这些人，我也给了他们一些心理学的建议，让他们试图能把压力不要释放在孩子身上，也让自己的压力更加合理一点。现在我们来聊聊为什么学生读书的压力那么大呢？还记得我小时候经济没有那么发达，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似乎也没有那么根深蒂固。当时其实在高中之前我都是混过来的，并且在高三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认真读书，就靠着最后抓紧冲了一下，莫名其妙高考还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分数。似乎童年的阴影面积也不是那么巨大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国内的经济越来越好了，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。每年都有新鲜的东西出现，并且收入也水涨船高。于是读书改变命运这个想法就变得根深蒂固了起来。毕竟一个好大学出来，或许1个月的薪资可能就抵得上父母1年的薪资，那真的是太恐怖了。面对这样剧烈的冲击，这个想法也根深蒂固。读书固然能够改变命运，但我在思考，是读书改变命运，还是文凭改变命运呢？我们来分析一下吧。似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并没有永恒的信念，信念是跟着时代情境诞生的。当环境变化的时候，总有一些知识特别渊博、想象力特别丰富的大佬，能够迅速的总结出这些经验，然后开始实践，并且获得了一定利益之后，这个信息向大家开始传播。我们知道，大多数人是没有把现实情境转化成信息的能力的，并且把信息加工成自己的目标的人又更加少之又少。于是大佬的行为被他人争相的模仿，就形成了从众效应。然后因为大家都使用了新的信念来迎合情境，大家也都获得了好处，于是这个信念坚固了起来。我们也可以看看一个信念崩塌的过程。当一个旧的信念运行久之后，环境改变了，或许是因为太卷了，或许是因为有更高层次的目标。大佬首先掌握了这些信息，调整了自己的目标，于是纷纷撤离了。然后大众开始迷茫跟痛苦，毕竟时代变了，旧的信念可能就不那么适用了。于是大家又争相模仿起大佬起来，纷纷调整了自己的信念，于是乎这个信念就这样消散了。知识改变命运，或许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内都是一个能够
适应情境的真理，但是现在它好像变成一种抽象的东西，叫文凭能够改变命运。我们不讨论它是否适用于当下的情境，吵来吵去也并没有什么意义。但我们能肯定的是，这个信念压在我们身上，给了我们太大压力。让我们来再看看家庭中的压力变化。随着工业化的进程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，与之相对的，心中的欲望越来越强烈，这个欲望转化成非常强大的动力，推着我们迈向更美好的生活。还记得我小时候，大约是20-30年前，当时大家对金钱似乎还没有如此的重视。我还记得小学3年级的时候，我突然对亲戚们说了一句话：人生不就是为了挣钱吗？这大约是将近30年前了，当时的大家还不信，而如今的情况大家也知道。我倒不是去批判金钱本身，因为它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太多快乐，也能给我们生活有很强烈的支持。但我想到，当我们去玩一个游戏的时候，打钱固然重要，毕竟钱可以拿来买装备，提升我们的战斗力，但我们做了那么多，不是为了看更美好的风景吗？所以似乎是我们来控制金钱，而不是金钱来控制我们，但似乎又扯远了。这边先不就这个话题展开了。现在还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导致社会压力特别的大，来自对金钱的欲望跟当下社会的压力共同交织起来，就形成了当下严峻的家庭环境。他们所形成的压力是对称的，所以这股压力似乎一定要有一个出口进行释放。我们再回到孩子身上，在孩子没有成年之前，对自己的控制力是相当弱的，并且大部分家庭里，家长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利，于是悲剧也就这样发生了。在家庭面临着巨大的威力的时候，并且有一个对象，他能被任何的人进行操控，似乎就能够把这样的压力投射到他身上。这边也要说明一下，当人们在困境之中，为了缓解焦虑跟迷茫，会病态的依赖已知的手段，例如努力工作，更加的卷，这会是一个恶性循环。当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我们就越来越卷，最后总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会崩坏。从社会的视角出发，不得不承认，作为一个社会人，需要承受的压力，并不至于直接把我们送走，大不了辞职不干了，回去混2年嘛，对不对？人生并不是只有一条路，大家都是这样想的。但对于学生呢，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，他们没有走过其他的路，也并不知道人生是多姿多彩的。在他们面前，从前只有一条读书的路，现在也只有一条读书的路。这个学是非上不可了，而且不去上学的学生将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。家里有个不上学的孩子，这真的太丢人了。大家应该是这样想的吧？所以学生能够承受压力的层级跟我们成年人真的不是一个量级的，那真的能够把他们送走。关于情绪跟压力对人造成的恐怖影响，我们在这里就先不展开说了，后期的视频会有介绍。说了那么多，那我总想给学生一点建议，要跟家长多沟通，跟老师多沟通，跟学校多沟通。算了算了，说那么多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用的，懂的都懂。环境就如此，这些已知的手段真的有用吗？我也查阅了资料，发现了一些素质特别低的思路，不过可以说一说，大家也可以去查阅相关的知识，或许能形成比较好的方法。第一条是关于家庭成员的需求分析跟黑格尔的辩证方法，去了解这2个知识，你或许能找到转移你的压力的方法，让整个家庭系统处于一个你希望的平衡状态。还有一条，尝试画家谱图，分析你家的权力结构，并且与控制论中间的反馈理论相结合，或许能够提高你的应对的方法。当然，我展开说肯定是过不了审的，那我分享自己的经验吧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高考之后我的分数还不错，就天天去网吧，想想网费那么贵，还要花自己的钱，就很不爽，就想想怎么整点活让我父母给我再买一台电脑，于是就找了个理由，网吧好危险，我可能有生命的安全，你们也不想培养那么久的儿子就这样没了吧？然后就特别没有素质的获得一台新电脑。我们把这个案例抽象化，当我们满足了父母的条件价值，先别着急变现，这对你来说是一种看不见的资源。你想想，在打游戏的时候，突然拿到了一大笔钱，我们总不能把它挥霍了吧？毕竟别个大件或许有用很多。当我们出现了特别想要的东西之后，再把这种资源变现，并且不要归因于自己的欲望，要归因于客观因素，例如外面有坏人，而且要善于加杠杆。怎么加呢？可以参考我之前的案例，这边就不说了。小时候我就是个特别喜欢卖惨的小孩，当自己作为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其实是权力链条的底端，这我们还是要有点自知之明的。表现出坚强勇敢，其实并不会改善我们的体验，所以我们就要在长辈能够倾听的窗口期来诉说我们悲惨的故事。记住，能够倾听的窗口期，这个就要自行判断了。如果他们忙于自己的事务，你去卖惨，可能只会适得其反。当然，以上都是家长还在乎你的情况，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，可能要难上很多。那家长能做些什么呢？目前
有更专业的系统性家庭治疗，医院与心理咨询机构都有。如果你愿意花钱，倒是可以去试试。不过就着能白嫖绝不花钱的原则，我也给一些建议。人跟人之间的矛盾，大部分来源于缺乏沟通。如果你们还有矛盾，那么就往更深的去沟通吧。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，就是你们就是敌对，那干就完事了。所以沟通的越多，或许解决问题的思路就越多。第二点，要学会知识性沟通。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的问题都喜欢给具体的建议，例如同学打了我，那你就打回去啊，那你就告老师啊，这反而会更加打击孩子，因为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能力。或许他考虑到自己学校的社交，这种具体的建议只会让他更难过、更痛苦。多用知识性的沟通，少用建议的方式，例如这对你来说特别的难过，对吧？这对你来说特别伤心，对吧？其实知识性的沟通远比建议性的沟通要简单的很多，多听，多反映自己的情绪，多表达自己跟孩子的链接，让他说的更多，或许你就能提升跟孩子的沟通层级。还有一个建议，不要以解决问题作为目标，这就像出了问题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一样，或许去了解更深层次的原因，然后再问一个为什么。如果你有自己的需求，不想关注你家的孩子，首先你这个想法就不对，孩子都出现问题了，他跟你要进行一辈子的羁绊，你这都不管吗？等等，来听我的视频，我们就是朋友，我怎么会评价朋友呢？我们肯定会提供思路啊。首先，我们要坚定一下自己的想法。在飞机上的安全提示是：如果氧气面罩脱落了，请先给自己佩戴呼吸器，然后再帮助别人。如果你在工作中或人生中有更大的困扰，请优先考虑自己，然后是学会卖场，学会沟通。那些有闲工夫的家人来帮助你解决问题，打开沟通的大门，让他们来共情你，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，并且可以融入管理心理学的一些理论，例如变革型领导、路径目标理论等等，或许可以上网搜索一下。总之，多说少做，多共情少指挥，还有一些更没有素质的思路，肯定是不能过审的。当然我也没有经验，这里就不讨论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实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